闻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你有看过1碗的膏吗？虾子的肉哦，是脆的，咬个几下，那个甜味呢是充满着你的嘴巴。哦，这虾肉很好吃，4个。无赚对吧？头有没有看到头？你看我把它引出来哦。来，看到有没有？大家看到了，来出来，有没有出来了？有没有？我们可以把它拉出一点。好，它一样，你看。只有自己在家里面料才会点这么多。大姐就把每一个人都当成是她的家人。这样标没关系，我这人我不像小刚一样胆小。我这人哦，你要怎么甩都可以。因为刚在海里啊，我甚至忘记我在陆地，压力一扫而空的那种感觉。炎炎夏天，碧海蓝天，没有错。每到夏天，我要去海边。这次海边呢，不只有高雄妹世界第一等，更要带你玩的不一样，吃的最霸气。而且说到霸气2个字呢，不得不说还跟运气有点关系哦。尤其这款开箱的现场，不是人人都见得到啊。真的觉得太夸张，这真的几乎看不到吧？看不到啊！哇，几乎看不到，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个尺寸，这个东西，我天哪！艾米，你要拿？你要抓吗？夸张了！你要试试看吗？要怎么抓？要怎么抓？先把手套戴好。好，先戴手套。我们抓给观众看嘛，不然你这边真的太夸张了。然后人家说我家也有这种筒子啊，对不太对？夸张了，好，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为止。它就像在抓 baby 一样，你就手，它这里有须须。这么大哦！我的天！帮你抱着。好像蜘蛛哦，很像那种大蜘蛛。哎，它这个尺寸是可以做 single piece 的服装的尺寸哎。以前我们都拿的很小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这个，有没有？真正你要试看看，没关系，你但是我讲，对，级数差很多。对，手伸进来。它这是龙虾界的最高档的。它算是龙虾界的爱马仕了吧？哎呀，你不要，没关系，不用怕，你手伸进来。姐，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我认真的抢我的手套。我的天，我要怎么插？对，就抱着它的头，抱着它的头。对。哦，来。它好重哦，我真的我没有在看。这一只快10公斤，它大概比我家小博美还重，我家小博美大概才3.6公斤左右，这应该差不多。这个台斤应该差不多7台斤，快对7台斤啊。而且你知道，我现在跟他是一个面对面的状态，他其实很像我们看到的那种怪物电影里面，它所有东西跟一般的虾子比都是放大的。而且它是这里垦丁这里就当地的这里才有的东西，这个进口没办法那么大只的进来，所以全台湾也只有这里抓得到。还有台东也有，台东也有，台东花莲，但是那里量少，这里的量比较大一点。哦，可是这里量虽然大，但也不好抓。当然，因为不好抓啦，像这种赛事，你一年要抓个1只就很厉害了。你看那种近距离面对面，是不是？哇，这样就大了啊！有这种酷斯拉的感觉。它这里有2只脚，好像牛一样的脚。它这2只脚呢，就要在保护它的眼睛。你摸这一边是真的是很利哦，这个没有开玩笑的。对，注意看它身上的颜色，它为什么我们国语叫七彩龙虾？这个就是大陆人在讲的锦绣龙虾。对，它颜色好漂亮。你注意看前一阵子的新闻，它讲说锦绣龙虾1只多少钱，喊天价，有钱还买不到。它的纹路你注意看，它真的就像那种七彩一样，太漂亮了。对，它有红、有绿、有蓝，然后它的紫色，然后有酒红，就是很像宝石一样。对，然后其实这一尾啦，如果在恒春垦丁这边啊，然后创意料理这一尾吃下来是有不少钱。
嘿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四哥会这样子讲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因为在浙江曾经有人捕获3公斤的七彩龙虾，后来呢以60万的人民币，也就是300万台币收购。所以说能吃到这一桌的好料，不止运气要好，还要感谢干爹干妈。这个是什么？海胆哦。它是今天龙虾里面的膏跟脑。这个虾膏的量会痛风。它是1碗呢，你有看过1碗的膏吗？我们直接下了哦。膏没有在1碗的啦，真的是太夸张了。而且这个虾的那个尺寸，锦绣龙虾的尺寸连锅子都装不下。那我们先是它的七彩刺身。这个是龙虾的，对，就是我们刚那一尾七彩龙虾的刺身，我们先试试看它的 wasabi。好，因为够新鲜才能这样吃。当然一定，而且一般外面的那种小龙虾，真的拜托千万不要拿去吃刺身，对，那个是不行的。来，米来。这个是谢谢深海，就是冷水层、冰水层的对呀，对，所以特别的干净和新鲜。哦，新鲜呐，来点赞。这个都还没有用过哦。试试看它的口感，我先流口水。完全颠覆你的想象。其实一般在外面也会比较少吃到龙虾刺身，除非你去很高级的日本高级的日本料理。对，而且这个是现杀的。龙虾刺身。讲实在话啦，一辈子要吃1次啊。虽然我吃过很多次了，但是今天拍这个题材有没有？我特别想吃这个，都不用烫过，真的不用烫过。哦，有没有？我跟你们说，这个虾子的肉哦，它是脆的，是滑顺的，要滑滑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咬个几下，那个甜味呢就充满着你的嘴巴。哦，这虾肉很好吃，四哥。不抓对吧？来，刺身的甜你已经吃到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吃吃看涮涮锅的感觉。大把的虾，我们切很厚哦。对，它切的很厚，大概跟一般的那个什么。比鲔鱼再薄一点。哦，对了，你说比鲔鱼再薄一点，对，已经算很厚了。那甜度，讲实在话，这个甜度整个都化开了，很滑，那种感觉有没有？真的比初恋还而且它是脆，对，它不是那种外面那种鱼肉啊那些烂的那种感觉。一点不相信。对，我拜托你们来吃锦绣，不是说要来就吃得到哦，没有看运气，好不好？不是带钱就可以吃得到哦。2个月前先预定，稍微烫一下就好了。对，也不用太熟，因为它本身可以吃刺身。它烫了，它还有一点透明。对。然后旁边白色的我不建议烫全熟，你就再吃那种路边的那种。对，这个现在这个差不多4、5分熟了。对，5分熟左右。是不是更甜？哦，给就顶耶！有没有？你有看过一个龙虾肉就可以在嘴巴里面咀嚼这么多下的吗？当然，它真的是切的又大又厚，然后它比刺身更甜，然后又比这个口感再更脆，因为它稍微烫过，然后中间没有烫过还没熟的部分是嫩的，对，旁边烫过的地方是脆的，对，那之后就对，因为我刚刚一直在那边，哎，你不讲，你真的会忘记自己在吃龙虾，这个口一样的感觉。哎，这可能等一下我包了。考虑一下剧组这边眼睛瞪很大颗的。我再给你一个厉害的野生战车。那你们给我一半，是指我要拿一半起来直接就直接吃，直接啃了啦。我不要像外面这样都吃一小片一小片，那个没有感觉。我先问一下，我这一集是有领主持费的哈？有。好，那我吃一半。这么大的很少见的。野生的真的这么大。不是进口的，不是养殖进口的哦。对，好，养殖进口它颜色会比较淡一点。对。好，没有那么鲜艳。直接拉出来。对。拉出来，对哦，对，就是要这个画面。哦。有没有赞？哎，分支哎。来，这里吃东西就要这样。哎，没有，这个是女艺人吗？哎，她说她偶像包袱完全没有了啊。我没有。哦，我没有
我没有被战车，就是这么满在嘴巴。这个，哎，赞哦！这战车它又厚实又 Q， 它整个肉是非常的结实，对，又甜。因为它整个几乎都头以外都是尾巴，对，然后它整个尾巴呢就非常的结实和 Q 弹哦，然后你咬下去之后呢，它跟楼下口感不一样，楼下有脆。可是它整个就是在你嘴巴里面，好像活起来一样，一直你每咬一口，对，它就端一下，每咬一口就端一下。它的肉有多大块？他们刚刚这2个人叫我吃这么一大口，哎，你是吃一半的，叫我吃这么一大口，口感是不是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对啊，你们这个可以竞拍一下这个肉质哦。对，我告诉你，这么新鲜的海鲜呢，就是要简单的调味，比如说不用过多的，对，然后就像川烫。这个也是用蒜头呢，稍微在上面铺一下，然后一点点奶油香，对，然后那个甜味，然后再加上那个蒜头香味，哦，一流。懂吃的老饕们看到这桌，绝对起笑。七彩龙虾、海战车、海鸡母、黄金蚕蛹，哦，这餐点的 level 简直是神人等级啊！难怪大家会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只不过我这朋友有时候不按牌理出牌的个性啊，还真搞不懂他耶。夜深人静的，你把我带到这荒郊野外，你要干嘛？今天有下大雨，有没有？对，所以水会比较浊一点，不然这个水超高，这超干净的，这是冷泉。这个是冷泉哦。对。哎，所以头茶是晚上要抓的哦。对，它夜行性动物，所以你白天来它是不会出现的。对，你看它这个也是，你看这个是这个水好干净哦，也是冷泉下来的。你看这个水超干净的耶，有没有？非常的清澈，冰冰凉凉的。才好吃啊！这个头沙它会躲在里面。躲在哪里？这里有一个洞。哦，那边有个洞。对，头沙在里面。头沙打洞的。一般来讲，我们要去用桶的话，我们就会捅这种洞。哦。然后捅下去，应该差不多1分钟以内，它就爆就吃了。那外面的网子要先接好。不用，我们就钩子嘛，捅进去。然后后面拉线，等一下我带你体验一下。哦，所以你们等一下我们就是要用桶的吗？用桶的，用放那个保特瓶、放棍的都有。都可以。对。好像在寻宝哦，那种夜间探险的感觉。来，这里来了。那个保特瓶为什么在动？我们都那是我放的啊。可是它为什么会这样旋转？就是这样我才知道。有。好大！哇塞！对男人讲这种话就对了。我是对头沙讲啦。他这次应该不是头沙，我看起来应该不是头沙。你看这个保特瓶转圈圈是底下有东西。对，他在拉。哦，它就像是那个浮板一样。对，让你知道目标在这。因为头沙跟鲤鱼他们都是要上来呼吸的。对。然后就是所以我们用保特瓶，那卡到东西的时候，它还会浮上来。对，不然它会卡到底下东西，它一下就死掉了。哇，它一直动。这个是遥控的哦。每次跟四哥出来，我会发现它的工具其实不会到很难、很复杂。所以我比较大哦，有没有拉力？还没，我现在正在慢慢拉。哦，哇！好，目标鱼，集合者给它上来。小尾的，本土的吗？对，本土的。头沙，你看它这个须，它是8条须才是头沙。我第一次看到活的头沙，原来是长这个样子。我一直因为头沙是跟鲶鱼很像。因为你没有看到它有没有带一股枸杞啦，有没有？我看到它的时候是在汤里面的，我真的是台北怂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头沙，原来头沙，你看这个须，不要照，我们的晚餐，手上给我，才
天少一大岁。对。哎，而且钩子还勾到你，这可以放掉，这可以放掉。可以。不行，这个现在用手抓吗？好，头上有刺吗？有。厉害啦！用保特瓶收鱼啊，完全是废物利用的最高境界。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是不懂诀窍，还是会卡上身哦。这个是没有线的。没有线哦，这没有线哦。对，要直接把它捞起来的。没有线，那它那个单油菜去摕那大钩，直接勾起来的。哦。那个应该有在动。哦，有动一点点。有在动有没有？里面哦。那个。好，这里都有路。帮你踩着。哎有，你动了一下，它就动了。网只要准备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哇，卡在里面。卡在里面吗？那我要不要我跟你换位置？好，你比较有力，你换一个位置，我在前面堵它。你小心哦，不要滑下去。这种开奖的时刻，有一种期待感。王子来。哇塞，好大条哦！这个算大条的吧，鲁北？一样外来种。外来种。哇，这个是比刚刚那个大条哦。这个是那个头沙没错吧？不是，这个是泰国鲤鱼。对，这差那么多。他哪来的须？你看一下他哪来的须？这有点错了，那绳子啦。这么卡？我觉得网子不能用坏掉。这个什么比鱼还难收？硬拼。这再把它用不见了。没有，这里，不可以在这。你勾。勾到。惨！我只想写个惨字啊！只收到一条口沙，外加一尾泰国鲤，一好球一坏球的局面，到底能不能轰出全垒打，喂饱嗷嗷待哺的大家呢？就看老天赏不赏饭吃了。发现这里有一只很大的。我拉你拉好不好？啊好，你看你拉起来，我那个水池，哇！你会不会拉啊？会了。哎，太大。谁帮他一下？可以。哦，姐。哇塞，超大！这有几斤啊？有7、8斤吧？没有，4、5斤。哇塞，超大条哎！跟刚刚那2条比，它完全是它的2倍。摆明这外来种的，原生种没那么大了。哦，原生种不会到那么大，原生种其实前都像小小的。对。比较大就会是外来种。对。它真的超级大哎！你看，可是外来种跟原生种吃起来会不一样吗？其实这种水质差不多啦。差不多。对。水质好，其实吃起来都好吃。对。好，没问题耶！今天的晚餐这一尾应该可以解决很多道料理。我放心了。你放心了，你刚刚前面都很抓，有没有？还好啦，也是有东西啊。对，有东西。哎，人啊，我大高哎。刚刚又发现，原本以为那一条是我们今天的终点了，想到又发现一条。终点在哪？看起来越来越大只。我放很长。来，你拉，我们一样合作无间。我怎么拉啦？我帮你用过来。我是一个贴心的人啊。哦，这里还有跑过去。是吗？没有，直接拉就好了。然后剩就好，我拉。好，你我看。
有。你骂脏话吗？没有，我刚刚想说，就是你尽量那个态度不要表现出很笨的样子。你刚刚有一种很希望小刚在的感觉。蛮肥的哦。它是宽的，所以它有可能是有蛋的。有，应该是。对。好。头有没有看到头？有。你看我把它引出来哦。来，看到有没有？刚看到了，来出来，有没有出来了？有没有？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一点。可以。哦，它一样，你看，那个钩子已经被它拖到石头缝了，它爆掉了。头沙寿喜烧，这真的是完全没有看过，前所未见。冷泉的头沙，你吃看看。哇，无假的哦，真的无假的哦。其实旁边有人都流口水了，真的啦。我人生没有吃过这样口感的头沙。有没有土味？它完全没有土味，而且重点是它的肉是脆弹的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店。那我们这一次的钓法是不一样的哈，钓鳝也是不一样的。我是用虾竿，最超硬的虾竿，然后我去改的，可以一直拉出来。哦，伸缩的。对，你要多长可以拉多长。哦，这个钓虾。这是你改良的。对，你有没有看过钓鳝鱼用这样的钩子，然后蚯蚓钩这样？是活饵哎。关键钩在上面，然后我把线拉直，好像就可以捅了。就这样。对。哦，你是捅在洞里面是不是？对。啊，它如果咬的时候，我就把杆子收回来。可是它咬的时候，你前面是有钩子可以勾住它嘴巴的。对。比如说，我现在你看哦，我现在是这种方式哦。比如说这里有个洞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有那个石头中间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洞？黑的洞有没有？我把它捅进去。那它会感觉有咬的感觉？有，它会咬的力会很大，因为我们今天钓出很粗的鳝鱼。是。比上次我们拍摄的还大很多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方法。如果有的话，它就一拉，我这一支杆子就收回来了，然后我就拉这条线就好了。哦，因为它已经被勾在上面。对。所以你等于只要把线拉出来就好了。我就拉线就好了。现在就把它拉出来就好了。所以这里的洞都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。对。你看，捅不到啊哈，要捅进去，它一定有洞的感觉。有洞的感觉。这个也是要有点技巧。我的身等要很好。它会不会太大力，然后把我拖下去？有可能，如果卢曼一口就拉了。我的裤子对了。那不是摄影师的哦，你要拉对了，你要拉到人家的那个实力。其实这样没有就没有了。鳝鱼它在救超快，它听到声音震动的声音，然后闻到味道，它马上吃了。不然你看这整排的这里那么宽啊，这里的洞至少有几十万的洞，你要捅到什么时候？我跟你说，这真的没在开玩笑。从腹肌到眼睛到食肌，3肌合体，讲求的呢就是一个快字。谁能抢下先机，就能够笑到最后啊！鳝鱼有时候它躲比较深哦，你要弄久一点，因为它躲在土里的，它的反应比较慢一点。所以这种钓法其实又有了哦，都吃进去了，有没有？都吃进去了，有没有？它下一次它我们就稍微含着就好，有没有？好，让它拉一阵子之后再出力，跑掉，来再一次，没有勾到。第二次它会再吃吗？因为我没有勾到它，基本上还会。如果你有把它勾住，让它脱钩的话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它有时这次已经跑出来在门口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头有没有看到头？有。哦，它头出来在等了，它就现在已经开始要等吃了，有没有？在这边有没有？有。这还好了，这是大概算中型的。来，你看我把它引出来哦。好。来，看到有没有？刚看到了，来出来，有没有出来了？有。有没有？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一点。好，可以。它一咬，你看。你看。这个倒不带。那个钩子已经被它勾到石头缝了，因为那个它故意拖到旁边的石头卡住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再去影响到它才不会跑掉。就吃了。
哦，这一只我可能要过去那边拉。因为它的角度有点。它断掉了。哎，你赶到我。那有时候我习惯会反复这样子轮流，捅个几下哦，让它有缓冲的时间。而且它起这边嘛，对吗？哎，对哦。加姐，多照的加姐。躲在那里，它不敢吃了。哇哩嘞，人都堵到家门口了，结果什么都做不了，这怨气谁吞得下去啊？啊，经验老道的达人告诉我，越是遇到这种情况，越不能走心，毕竟山不转路转，再去别的地方转转，搞不好更有赚头。有没有？这里，有没有这里？我比这有一只，有没有？然后，好，你看哦，它头伸出来，吃下去了，有没有？抓到了，有没有？它吃下去了，还没有，让它吃一下哈，它已经吃进去了，来，我过去那边拉好不好？好。然后我们对点力哈，已经中了哦。好，慢慢拉，拉出来啊！大只！这只很大，抓到了！抓到了！很大哦！来，哇，你看，在这里，这个桶子里面，就是刚刚在洞里面躲，然后靠这一根就抓到了。哦哇，算蛮大条的耶，算蛮大条的。这个大条哦，很大条耶！哇塞！然后这个不是孟加拉鳝哦，它比较黄哎，它这个属于泰国亚种的鳝，所以它也算是外来种。对，我们医生讲的没那么粗啦。这里这个鲨鱼这么大条。你找回来。我傻眼呢。我来。你随便挑一只。有抓鲈鳗，我们上次摸鲈鳗的时候，它也是这样滑滑的。它在这个渠道里面，它吃起来应该也不会有土味的。不会啦，不会，保证不会的。对。它在里面吃一些小鱼啊，小虾。都是黏液，都是它的那个黏液。它感觉不好抓，很咕溜。很咕溜啊。对，它感觉超级 Q 的。其实抓它不要太大力，它就不会太挣扎了。好。你越大力，它越会挣扎。可以啊，还2手嘞啊，有经验的啦。我要吃饭。这位哥卖脑哦，大家忙了一整晚，都前胸贴后背了，不是说等等会备好料吗？话说这头上不就是要炖的？难道还有什么私厨菜单不成？活到现在，我第一次知道头沙竟然可以这样吃可以，每一道菜都是头沙对，这个在外面应该没有人会这样料理的。冷泉的头沙，它是完全没有土味跟油艾味，它也不是养殖的。这个算是什么料？它是寿喜烧寿喜烧，头沙寿喜烧，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看过，前所未见。看一下它的头沙有多厚。你吃看看，这个切的有多厚？哇！无假哦，真的无假哦。其实旁边很多人都流口水了啦，真的啦。我人生没有吃过这样口感的头沙，有没有土味？它完全没有土味，而且重点是它的肉是脆弹的，它是吃起来很不像鱼肉，因为有些鱼肉它比较，可是它的肉不会不细致哦，它吃进去的还是细致，可是它却是有一点脆度在，然后很 Q， 尤其那个皮
有够 Q！ 我天哪，这头沙好好吃哦。一般中药那种味道下得太重，其实你吃不到鱼肉那个甜味在。对，这很甜哦。但是它吃得到，它寿喜烧有酱已经是甜了，但是你还是可以吃得到，因为它鱼肉切得够厚，它鱼肉的甜味你还是可以品尝得到。这个很好吃哎。哦。原来头沙是这个味道哦，吃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觉得现在才认识头沙。台湾冷群只有宜兰呐、横滨这里有而已嘛，对不对？纯粹只有2个地方可以吃到这种新鲜。对。那这个好了没？这个好了没？可以的啦，哈。可以，快！一人一块，自己讲。哦，是1人1块，我以为2颗是吧？我要吃啊！看到哦，这个肉，你看它这样子揪起来，那像这个都没有盖味道的东西，对啊，你吃下去你就知道说，哎，它有没有土味？好，我们也没有沾酱，这个是最考验鱼肉的一种煮法了，就是直接就是汤下去，然后穿烫起来，好吃哦。我讲好吃，大家以为我骗人，你自己讲看看。你骗人是因为你长得像骗人的脸，不是因为你讲好吃像骗人。我想念小刚了呢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可以。好好吃，它跟这个口感又不太一样哦。它这个穿烫的，我觉得它更嫩。刚刚那个是 Q 脆，可这个呢，你完全可以吃到入口即化，真的。对，它的鱼肉更细致了，然后吃下去非常的嫩，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嘞。为什么？是的，它很大。这是头茶蛋。这个最好吃。它粒粒分明呢。而且它这个做法是每一粒蛋都有味道，那个味道很入。它用那个啤酒是干烧的，干烧的。这蛋完全没有腥味，好好吃哦。很好吃，对不对？颠覆你的想象。它外面那一层皮是比较软嫩一点的，然后可是你吃进去却是粒粒分明，这个口感很棒，我喜欢。这样挑没关系，我这个人我不像小刚一样胆小，我这人哦，你要怎么甩都可以。我跟你讲，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，因为刚在海里啊，我甚至忘记我在肚里，压力一扫而空的那种感觉。出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它粒粒分明呢，而且它这个做法是每一粒蛋都有味道，那个味道很入。它用那个啤酒是干烧的，干烧的。这蛋完全没有腥味，好好吃哦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各位观众，满满一桌头沙宴，从创意到口感，我给满分10分。不得不说啊，这趟垦丁行不仅颠覆味觉，阳光海洋的召唤更是糗到不想回家。算是适合出海的吗？适合，因为没有太阳。我看这个浪超大的，还是我们改冲浪？里面的，这浪冲浪还太小了，太小，因为浪大比较还好，外面是比较平。哦，对。那这个骑会骑到回家台北？没有那么远，比较大概。这个走再出去一点，再出去一点。哦，那个地方呢，听说浮潜很漂亮，所以我们要骑水上摩托车兼浮潜。对，尽量飙没关系。我这个人，我不像小刚一样胆小。我这个人哦，你要怎么甩都可以，好不好？
没错，就是这种在大海飙速的快感，速度与激情的催化下，绝对可以丢掉大脑，丢掉烦恼，什么都不想，投入蓝色世界。超多鱼的，超级多鱼。我跟你讲，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，因为刚在海里啊，我甚至忘记我在录影。我想说，天哪，这个浮动，这个流这样子，非常的有频率的把我带走，然后手里握一个面包，鱼篮，睡觉，很松，真的很松，很让人家觉得就是压力一扫而空的那种感觉，让人家玩那种刺激的飙车，然后再来这种放松的喂鱼。今天的温度刚刚好，因为早上我们还在想说天气阴阴的，会不会有点不适合？没有，就是有点太阳，又好像没有。防晒不用，你完全不用想注意到防晒，不会觉得很热的问题。然后海水又有点暖，不会太冰。真的，我刚泡在那个温水里，真的有。哎，我们不是有个摄影师爱游泳吗？还要不要来个2趟啊？他已经在后面，他自己玩得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很舒服，我想要看多少就有多少，很适合手汗想耍废的人。哎，阿姨，很像甜不辣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鸡啊，老鸡哦，鸡啊，应该是酥吧，对不对？鸡啊，个鸡吧，个鸡吧，这样的这个很烫的，超香的。那你记得我们刚刚说小碗还大碗吗？小碗啊，小碗啊，很大碗的啦，你们。这是大碗的呀，那跟他万丹小火锅啊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的话呢，或是可以骑水上摩托车，然后坐过来这边，然后这个点也是非常好的，就是自潜点，因为可以跟鱼很近距离的接触，而且它又不会到太深，很适合手汗想耍废的人。主持外景最有趣的就是边玩边工作，尤其哪里有好吃的，绝对就要替大家报好康。听彦君哥说啊，有一款南台湾最强的无名汤饭，吃过绝对念念不忘啊！今天这一餐非常非常特别，好饿哦！虽然我戴了口罩，现在我都闻到了。这一锅会不会有点太大了？哇塞！我在想，我的记忆中什么时候看过这么大一锅饭呢？应该就是小时候办桌，家里是大家族的时候，逢年过节都会有这一锅。要，老板娘你好，我们人生第一次来吃饭汤。饭汤啦，粉汤。啊，你们粉吗？不用包，直接帮我们装在锅子里。不用一起就好了。放一起好了。要放进去啊？放进去。我要多少？你的。我要小碗就好。我也是小碗的。哦，这就是你的料哦。那这样放进去啊。啊，头家你我问你哦，这个是小碗的呀。对呀。小碗的分量就按那样。小碗。哦，要加什么东西也再搞。这个啊，还有外面那个。你帮我加好了。好，来，我要多葱，我要多葱，这个多葱。这是葱吗？韭菜呀。韭菜啊。多韭菜。韭菜叫葱嘛。这个不是很贵吗？你怎么100啊？没关系啊。你是给大家都这么多？差不多啊。这是什么？蟹肉棒。蟹肉棒。到外面拿。然后如果想吃多一点可以吗？再一点点。蟹肉棒。每个人都可以吗？没有啦。只有我们可以啊。刷脸的。这样可以。然后后面那边。这家是酸辣也是干的。你在里面的。笋在里面。香菜你要不要？啊？香菜呀。香菜哦。要。对啊。好像把配哦。不是那个肉哦。阿姨，很像甜不辣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鸡啊。老鸡哦。鸡啊，应该是酥吧，对不对？鸡啊，个鸡吧，个鸡吧，我
虾米你是放整条虾哦？对呀，那是小的啦。这样呢，这个很烫哎，超香的。那你记得我们刚刚说小碗还大碗吗？小碗啊，小碗啊，大碗的啦，你们。这是大碗的呀。没有啦，你们这样吃不完了，知道？老板怎么那么可爱呢？对，这样你们都会吃不完，你知道吗？要分给他们。那刚刚万丹小火锅啊。姐，你的一碗料都那么多吗？没有啦，看你们不给我可以汤多一点，料少一点吗？你等一下吃他们给他们吃啊。你按那70块哦。不是，这个是特殊分量，好不好？对呀，较早是人个挂猪啊，猪腿多啊，你前是较袂啥物货，爱煮这迄种加太多呀，家户户都会呀。认识这汤饭，我才知道有一种饿是老板觉得你饿。每一勺呢，不仅用料实在，分量更是没再客气啦。加上这佛心的价格，难怪会被网友封为第1名啦。这个料真的太是惊为天人的多哎，这真的超夸张。而且老板娘的料是多到这个锅子是没有空隙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但这是特殊分量，好不好？大家来的话，你拿锅子可能也不会有这个分量。那我们刚去排队的时候，刚刚有那个朋友跟我们说，当地朋友说我们这差不多100块的量。100块很便宜，100块也太多了吧，真的。超夸张的，好不好？你先吃好了。好啊，我先吃。小心不要烫到，下面会很烫。怎么样？很鲜吗？我想要整锅吃完。汤很鲜。不是，汤很鲜。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对饭汤，我之前有去东港拍过饭汤，然后我对饭汤那时候就有研究一下，因为它算屏东特产，然后饭汤其实有内陆型跟沿海型。我那时候东港的时候它是靠岸的，所以它的虾子不是那么大，它是有点比较像虾米，然后里面还会有鱼肉。所以内陆的话就是就是可能蔬菜啊，可能有一些就是陆地上的东西，因为饭汤他说。那时候我有问大姐，她说他们没有固定的料，就是依你在哪个地区然后加料。像是我那时候在那个东港吃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豆汁，豆汁好像是比较内陆才会加的。然后所以我刚刚问大姐，我说，我有去东港吃过，她就说口味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是沿海的饭汤，就是出海捕鱼的人吃的，海鲜味会比较重一点点，比较有海味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就是我觉得它口味会稍微再偏重一点。那边是偏海产的，这边是偏山产的，因为它们会有鱼肉，这里是山产，所以很有趣，所以有鸡肉在里面。我觉得这个一整锅汤啊里面啊，因为我看因为来这边拍之前，因为我第一次吃的时候，我刚刚网络稍微查一下，他说很多人看到这个东西啊，他就会想到阿嬷在家里厨房煮饭的背影的感觉。真的哇，天哪！还有那个汗流浃背，就是奶奶的味道。刚刚那大哥不就说他想到妈妈？对呀。对呀。我来吃看这个，喝这个汤头。它就是党丁放在汤头里面，它就是会吸取它的汤汁，然后你咬下去的时候，它汤汁会顺着党丁的它旁边那个缝隙这样子钻出来。之外，它最后就是留下它党丁豆皮的原始的那个味道，它的味道里面有一种甜甜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很少可以看到有人把这个，就是有点像那种，我们在吃的那种咸水鸡，鸡肉整块，还带骨的，它咸水鸡整个鸡放进去，就感觉是在家里吃饭才会这样吃，对，因为卖客人不太会这样卖，对，咸水鸡整个丢进去的感觉，太香了，骂的感觉，天哪 ，Oh my god！哦，它好简单的东西哦，哇，味道好简单哦。但是因为我奶奶他们是云林人啊，然后其实岛丁这个东西，我每次看到岛丁，我就很想跟大家聊，因为可是在台北没有人知道岛丁是什么东西。可是到南部之后啊，我就看到岛丁就觉得。就这个，对啊，就蛮怀念的，因为以前我下课回家的时候，我爸妈不在的时候，我奶奶他们都会用一锅卤肉，然后里面就会放岛丁，但那岛丁是整条巷只有我们家有岛丁，因为我们邻居都没有，因为我们家南部上来，所以才有吃到这岛丁，所以我觉得吃到这岛丁会觉得近乡情怯那种感觉哦。而且真的会想到阿嬷，是因为你自己想想看，只有自己在家里面料才会给这么多，对，然后饭才给那么多，就是大姐就把每一个人都当成是她的家人。网络版的有英文
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说真的，每次来南台湾都会被热情团团包围，尤其他们豪爽的个性、不藏私而且乐于分享的态度，就跟太阳一样，从头到脚给你满满的正能量。